定是三太太没删了。是二太太卓云。是卓云。卓云。 怎么了？谁要惹你了？你把我的笛子弄到哪儿去了？哦，怕你分心，把它收起来了。那笛子是谁送你的？我父亲的遗物。 怪我多心了，我还以为是哪个男学生送你的呢。笛子呢？还给我吧。这可坏了，我把它烧了。烧了？好了好了，不就是只笛子吗？我再让他们去给你买几只好的。我最恨别人给我脸色看。那你去卓云那儿好了，反正他成天都是笑眯眯的。去就去。 说你不舒服了，啊？不烫啊，大概不是生病，是生气了吧？二姐有事儿吗？气得给我剪头发。剪头发？我可不会剪，你还是找大姐、三姐他们去剪吧。他们哪会呀？你是洋学生，见过世面，我就要你剪。 快起来，起来，来，来吧，来。好好的，怎么想起剪头发来了？昨晚上红灯不是点到我那院去了？我跟老爷说我老了，你猜老爷怎么说？ 他说：“我要把头发剪短了，就不显老了。”老爷既然都这么说了，你说我能不剪吗？哎，怎么不剪呢？剪呐！怕受伤剪着了你。没事，剪吧。那我可剪了。嗯。
三姐，你笑什么？我要是恨谁呀，也会把他的耳朵剪掉，全部剪掉，一点不剩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我是故意的吗？那只有天知道了。朱云这个人啊，是菩萨脸蝎子心。他的坏点子比谁都多。你别看我跟你闹，其实我最恨的是他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也许你倒是能跟他斗一斗。这个，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猜到了。你知道我和他生孩子的事吗？我们两个人是差不多时间怀孕的。在我3个月的时候，他暗地里叫人在我的饭碗里放堕胎药，结果我命大，胎儿没掉下来。后来两人差不多同时要生，他就想生在我前头，花了好多钱，打了外国的什么催产针，他底下那个都撑破了。结果还是我命大，先生了飞兰，还是个男的。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生了个一针，不过是个小贱货嘛，还比我们飞兰晚了3个小时呢。四妹，你刚来，老爷对你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呢。往后时间一长，你要是不给程家添个儿子，苦日子就在后头呢。虽说你是个读书的，我是个唱戏的，我们这种人都是一回事儿。怎么搞的嘛？老爷，您昨儿才来了1个晚上，四妹就把我恨成这个样子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高医生说，剪再斜一点儿，就剪到我的血管了。不是没有那么严重。都怪您，是我头发剪短了显年轻，这可倒好，他就下了狠心。姐妹之间不至于。好了好了，从今天晚上起，我多陪你几天。26点钟。二太太，四太太来看您来了。哦，四妹来了。二姐，快坐。二姐怎么样了？高医生来看过了，说不要紧的。真对不住你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四妹，你多心了，谁说你是故意的了？咱们姐妹一直都挺好的，这事可别往心里去。说句笑话，我还得谢谢四妹呢。要不是你那一剪子，这些日子，老爷也不会一直守着我呀。轻点，二婶。二姐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回去了。走好，我不送了。
燕儿，燕儿，什么事儿，四太太？你跑到哪儿去了？过来给我捏捏脚。捏脚？我不会。让你捏你就捏。轻点儿，让你轻点儿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说我不会嘛。有本事，你让曹二婶替你捶呀！不会捏就别捏了。我有没有本事，慢慢走着瞧吧。真有喜了。有啦，我就觉着四太太这2天不对劲儿嘛，老爷大喜了，这回呀又得添个大胖少爷了。恭喜老爷！老爷照老规矩，从今天开始，不分白天黑夜，这4院就得点长明灯了。对，点长明灯，长明长明，长命百岁。快去点灯。四太太，喝莲子粥了。曹二婶，有人说我没本事，请不动您呢。哎呀，可不敢当，谁这么瞎说四太太？您这会儿身子啊，可金贵，您什么时候招呼，我都得来好好伺候您呢。大太太，我给4院送饭去了。大姐，您当初怀飞府少爷的时候，也这样吗？吃你的饭吗？三妹到底是唱戏的，连笑都透着好听。好听不算什么，要是四妹也生个少爷，怕是有人脸上就不好看了。
这么多菜还堵不住嘴？二太太，老爷吩咐您吃完饭到寺院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些日子四太太身子不爽快，老爷说让您去给四太太捏捏后背。四太太怎么知道我会捏？嗨，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老爷说给四妹的。是老爷的意思吗？老爷就这么吩咐的。二姐，去就去嘛，把你伺候老爷的那套本事都使出来嘛，不会吃亏的。你把四妹伺候好了，老爷不也高兴吗？怎么样？舒坦点了吧？好多了。二姐，手再轻点儿。对，就这样。不会吧？你可看清楚了，是升上来了。反正有点像。燕儿，燕儿，四太太。你去哪儿了？慌慌张张的。你见我那条白裤子了吗？我已经洗了。洗了。百转千声随意移，山花红紫树高低。始知所向金龙听，不及人间不及林间自在啼。好，下一首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鸣。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月半钟声到客船。好，不错。老爷，二太太有事找你。老爷，我看四妹这2天气色不大好，人也没精神，可别像我当年怀玉珍时候那样，差点小产了都不知道。我想得请高医生来给看看了。对，你不提醒我倒疏忽。管家，老爷，明儿个请高医生到府上，给四太太好好看看。是。高医生，给四太太看完病了。哦，看过了。高医生辛苦。陈老爷在哪儿？我有话要跟他说。我这就带您去。高医生，高医生来了。哦，是三太太。上回给你开的药吃了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就是夜里总睡不踏实。那我抽空再给你换2味药。好啊。给四妹看过病了，怎么样？一下子说不清楚，回头再说。高医生，哦，二太太。四妹怎么样？不要紧吧？还是跟老爷说吧。
高医生又受累了。哪里？请坐。先喝杯热茶。高医生，四妹怎么样？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们都出去，我跟高医生谈。怎么，宋莲有什么不好？陈老爷，四太太没有身孕。你说什么？当真？我已然仔细检查过了，四太太确实没有身孕。混账！居然骗到我的头上来！你说，为什么要骗我？快说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简直没王法了！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陈家世世代代都是什么规矩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冯登，老爷您说什么？冯登。方登，燕儿，好好的，高医生怎么来了？我那条白裤子呢？我这就去拿。一个丫鬟偷着在屋里点灯笼，这灯笼是你随便点的吗？你眼里都有什么人？你把我们这一当太太的往哪儿搁？陈府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四妹别生气，有话慢慢说嘛，犯不着与那些下人一般见识。那不行，这可是府上的规矩。府上的规矩，当然是规矩，可谁都难免有个错儿啊。四妹，别嫌我把话说白了。你不也刚被老爷封了灯吗？封了灯，我也是太太。我告诉你，太太就是太太，丫鬟就是丫鬟。大姐，今儿个老爷不在，当着陈家上上下下这些人的面，你说句话。我犯了规矩，封我的灯；丫鬟犯了规矩，该不该处置？怎么处置？照老规矩办。
大太太吩咐，你认个错就放你起来。就认个错又怎么了？何必呢？姜汤要趁热喝，不然发不了汗。大夫来过了吧？都吃了几副药了，不管用。看来啊，燕儿病得不轻。哦，老爷爷回来了，说是不行啊，就赶紧送医院。真看不出四太太比谁都饿。唉，谁让燕儿犯在他手里了？管家，老爷，尽量用好药，钱不要在乎，不要让人家说咱们不管下人的死活。是。四妹，一大早你待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在这儿听三姐唱戏呢。三姐的戏唱得真好。嗨，什么好不好的？本来就是做戏嘛，戏做得好能骗别人，做得不好只能骗自己。连自己都骗不了的时候，那只能骗骗鬼了。人跟鬼就差一口气，人就是鬼，鬼就是人。四妹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犯不上跟燕儿小题大做。哎，偷着挂灯笼就挂去呗，不就是丫鬟想做太太梦吗？我不是小题大做，我是杀鸡给猴看。倒也是，她一个小丫鬟能有多大能耐？还不是背后有人。你看卓云昨晚点灯时那个骚样，他以为他能兴风作浪，看我什么时候狠狠治他一下。
点灯、灭灯、封灯，我真的无所谓了。我就是不明白，在这个院里，人算个什么东西？像狗，像猫，像耗子，什么都像，就是不像人。我站在这儿总在想，还不如吊死在那个死人屋里。四妹，可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。嗨，管他像什么呢，就这么活吧。你这个样子也不是回事儿。你看我成天嘻嘻哈哈的，还不是自己给自己寻开心吗？三姐当然可以寻开心了。你可以去找你那个相好的高医生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他给我查病，我还没谢过他呢。我告诉你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要敢跟别人胡说八道，我这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实话跟你说，我待会儿就去找高医生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。吓了我一跳，我还当没人呢。老爷啊，叫我来伺候您，说不再找丫鬟了，不找也好。虽说我老，可有老的好处，不像年轻姑娘那么不懂事。你去给我买些酒来。什么？四太太，我没听清。去给我买些酒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哎呦，您生日啊？多大了？20。你怎么不早说？都不知道啊。那是得喝点，我这就去。四太太，酒打回来了。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燕儿死了。死在医院里了。什么时候死的？不知道。光听说临死喊你的名字。他喊我的名字干什么？难道是我把他害死的？我听人说了，就告诉你，生死是天命，怪不着太太。现在尸体呢？让他家里人抬回乡下去了。一家人哭哭啼啼的，好可怜。也没什么好哭的。活着受苦，死了倒干净。死了比活着好。呀，四太太，你别喝了，你看你已经醉了呀。没醉，宋妈。我今天高兴，我过生日。20岁生日，我心里高兴。哟，大少爷回来了。大少爷，快去劝劝四太太吧，喝酒都喝醉了。大少爷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喝起酒来了？坐吧。我是自己给自己祝寿呢。你要不要喝一杯？给我祝祝寿。
我喝一杯，祝你活到99。胡扯！我才不要活那么长呢。这好听的话，说给你父亲听去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也真蠢。怀孕那种事儿，做假能假得过几天呀？我蠢，我不蠢。我早就算计好了，开始是假的，只要老爷天天到我这儿，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？我在算计这事儿，他们在背后算计我，整天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从云南带来的，送你做个生日礼物。这东西只有女人送给男人，哪有反过来的道理啊？你不要算了，本来就是别人送的。好啊，虚情假意的。哪个女人送你的？我拿了，不脏了我的手。没等他送你，骗骗你的。骗我，我被人骗惯了，人人都骗我，你也骗我。你出去，出去，飞扑。我告辞了。三太太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不知道。我怕什么？我什么也不怕。大姐，好了好了，新酒要来了，快给他打药。我不喝，我没醉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动手啊？给这个疯货点厉害，按住！按住他，快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
四妹，有喜吗？幸亏你昨天跟我说的这事儿，要不然还不定要出多大乱子呢。大冷的天儿，快回去吧。宋妈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三太太和那个高医生啊，在城里的旅馆里，被二太太带着人给堵住了。二太太让人把门踹开的时候，他俩还在被窝里呢。哎，造孽呀！刚才二太太说什么？她说是我说的。是啊，四太太，您昨天喝醉了，说三太太要去会相好，当时连我也吓了一跳。我说的，会是我说的？是您说的，我还寻思呢，你怎么讲这事儿？是恨那个高医生吧？您昨天喝多了，现在大概记不得了。那会把三姐怎么样？已经派人去请老爷了。会怎么样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喽。四太太，快回去歇着吧，小心受凉了。今年这雪可真多，瑞雪兆丰年啊。
看见什么了？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你们杀人，没人死了。你们杀人，你们杀人！胡说八道！你看见什么了？你什么也没看见。杀人，杀人！你疯了！杀人！你已经疯了！杀人！杀人！你们杀人！管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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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灯亮了，灯亮了！什么事儿？三太太的屋里的灯亮了，不知道谁呀，把三太太的屋里的灯给点亮了。什么？哪屋灯亮了？闹鬼了！啊！三太太阴魂不散，闹鬼了！三太太唱戏，是三太太唱戏。闹鬼了！闹鬼了！管家陈百顺拜见武太太，恭贺武太太新婚大喜。
那个女人是谁呀？哦，以前的四太太脑子有毛病了，